也是让我用上剪映的魔法了。这次是我们小孩子3个人一起去日本旅游，我们先落地大阪，准备去京都。然后我在飞机上看的小说，居然快下飞机的时候，正好看到男主和女主也要去京都旅游，好巧哦，感觉还有点浪漫呢。但是仔细一想，这个情节其实是男主为了和女主出去过夜，就是那种过夜才去旅游的。这么一想，又感觉有点那啥。不过感觉刚刚那一页里面说京都就像文化遗产的主题公园，感觉形容的还挺有意思的。因为到了京都之后，确实哪里都是感觉这种非常古老的这种寺庙啊，或者是那种反正感觉很老的那种建筑之类的，感觉很不一样。哎呀，然后就到我们这次订的民宿了。这个民宿真的很不错，不过从外面来看，有点像澡堂或者是厕所之类的。阿紫一下车就以为这是厕所，因为它门口挂着一块红的、一块蓝的帘子，确实是有点像厕所啊。然后接下来这段拍的有点像卖房子的。接下来，请由我向你介绍这套京都，坐落在京都安静街道的叫什么一户建。这里是浴室、浴缸，哎，好久没有用过浴缸了。还有洗衣机，然后这边左手边是一个厕所，哎，都打扫得很干净啊。然后接下来是二楼，二楼上去走这个楼梯，这个楼梯真的好难走，因为一格很高，然后又很窄，然后我们的行李箱没有办法搬上去，每次只能抱着东西，就是带上去，有点麻烦。不过这个是这个民宿唯一不好的地方了。这个是合适的榻榻米的卧室啊，睡在地上，然后这个就是比较常规的床。这里右手边还有个厕所，就是又有一个厕所，然后2楼还有一个厕所啊，非常的温馨。如果想体验住在这种日式的房子里的话，感觉这个民宿非常不错啊，推荐推荐，又很干净，然后东西都很新。你们看这个楼梯真的好高，每次下楼的时候都提心吊胆，感觉一不小心就会把自己给摔死。然后就去吃晚饭了，晚饭是我提前预定的寿喜烧。我在网上看到说，这个建筑是江户时代的哪个有名的古人住的地方改成现在这样的，好像。然后说是有米其林水准，但是几星我不知道，期待。没想到运气还不错，带我们去的房间，窗外直接就是鸭川，就是可以边吃饭，然后边欣赏鸭川的夜景。鸭川也算是个景点吧，不过好像是白天比较好看，晚上的话就黑漆漆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吃饭的时候出来还看到有小情侣靠在一起坐在河堤那边聊天，然后路过也有跑步的人呀、遛狗的人之类的，感觉还是很有那个氛围的。然后再看一眼我们吃饭的地方吧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包间。开饭，因为我们点的是套餐，所以它一道一道菜就会很慢的端上来，就是看你吃完了，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再端下一道菜上来，这个样子，给鸭子小可都给吃急了。我们大概全程吃了有2个多小时，菜都没上完好像，因为它就是我们吃了，从开始吃。大概吃了1个多小时之后才给我们涮肉，然后好不容易一人吃了1片肉之后，明明还有肉，但是他下一波又是涮蔬菜，就确实有点那个急哈。不过好像一般这种高级餐厅的这种套餐都是这样子慢悠悠的，急性子的人别吃。中间他还给我们端上了一盘松茸，还以为是套餐里面带的，让我们选呢，原来是要另外花钱买。迫于来都来了的心理，最后还是选了一株7000日元的。我操，我们的7000日元被切成片了。终于吃上肉了，这个肉还是不错的，好像是什么晋江牛。晋江牛有什么说法吗？反正挺好吃的，就是那种很肥，但是多吃几片就会觉得很腻的那种。和牛，哎，香啊！剪视频的时候又想吃了。终
中间这个圆圆的菜有人认识是什么吗？我一开始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呢，问了服务员，他说这是京野菜，反正就是什么京都蔬菜，牛蒡，一直听说牛蒡，这还是我第一次吃呢，感觉不是很对我的胃口吧，是有点那种硬硬的沙沙的那种口感。煮绿化带了。最后还有一道饭后甜点是栗子蒙布朗，还挺好吃的，里面的奶油，然后还有一杯茶，哎呀，然后就吃完了，终于啊，感觉吃了应该有3小时吧，哎，好吃是好吃，如果菜上快点就好了。回来还看到河里有鸭子，你们能看到吗？我剪视频的时候都找不到，实在是太黑了。吃完饭，我们就打算去附近的景点逛逛，然后先来到这个八坂神社。到门口我才想起来，我操，这个地方我和我妈来过。原来我不是第一次来京都，以前我和我妈跟团旅游的时候，然后那个导游带我们来过这个地方，不过我们是白天来的。这个神社里面就是有非常非常多大大小小的神明的神龛，但是因为那个不太好拍，所以就没有拍。里面比较有名的神有斯萨诺，还有 Hiruko。斯萨诺大家应该都认识啊，须佐之男。这里还是挺漂亮的，感觉晚上应该比白天要好看。这个说是可以让身体跟心灵都变得美丽的美容水。不知道能不能喝，没敢动。我们出来了之后来到了花见小路，看看里面吧。这个就是花见小路啊，感觉也是京都必去景点之一。但是我们到的太晚了，去的时候店铺都已经关门了，所以我们就走了一圈就出来了。然后我们就准备回民宿休息了。回去的路上还在便利店里面，不知道谁提议要买本黄书。哎，这个黄书是有点太黄了，有点太吓人了。最后我们退房的时候没有带走啊，求房东心理阴影面积。第一天就这样结束了，然后这个是第2天，我们包了一辆车，让司机带我们去京都几个想去的地方，这种感觉。我们现在是先去金阁寺，司机说他不懂金阁寺有什么好看的，感觉就是一个楼，没啥可看的。金阁寺的小说不是也说到了现场看实物没有那么好看吗？不过我觉得还是挺漂亮的呀，我觉得今天天气也挺不错的。美，然后阿紫突然变得很兴奋，因为她想起来青音来过这里。我一开始还很担心他们会不会觉得这里很无聊，这下看来还是挺开心的。我觉得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其中之一，就是计划外的惊喜。我去，这个水池总感觉里面住着点什么蛇之类的。参观完之后出来就看到这个金阁寺限定，不出意外我们又拿下了一堆时尚小垃圾。哦，是金阁寺限定时尚小垃圾。下一个景点我们去了蓝山，因为阿紫想去蓝山的轻松熊和米菲的店，又是买时尚小垃圾。其实蓝山的小火车也不错，但是我们今天太赶了，所以时间上就只能随便逛一下了。什么情况？这里还有一家八音盒博物馆，从外面看就好漂亮，但是我们今天实在没时间去了，下次再来。哎，今天天气真的不错呀。到了轻松熊的店，买了一点时尚小垃圾，然后还买了轻松熊的北海道牛奶冰淇淋，好吃。但是拜此所赐，进不了米菲的店了，因为谢绝饮食，我吃太慢了，然后时间又来不及，所以就没进去逛。从蓝山出来之后，我们就去了这个福建道和大社，就是这个有非常非常多鸟居的神社。哎，感觉拍了10几分钟的视频都是长这个样子的，因为到哪里都是很多很多的鸟居，都长差不多。不过因为真的是非常非常多鸟居，然后看起来确实很壮观，然后我就很好奇为什么要建这么多鸟居。回去查了一下，发现这个原因还挺朴实无华的，就是这些人出资还愿之类的，
反正就是出钱就会加一个鸟居这样。我还以为是那种古时候道和大神显灵了，然后要求必须要建这么多鸟居，不然的话就会不过神应该也不会干这么坏的事情嘛。就是我以为会更加神秘一点的那种原因啊。这个地方基本全程都是上坡路的台阶，因为是道和山，所以我们相当于是在爬山了。再走一段应该就要到了吧。小 tips， 画面里有一只奶龙，你找到了吗？我靠，感觉已经走了10000年的台阶了，结果旁边的传单贴着说从这里走到山顶还要单行道40分钟，然后我们果断选择原路返回。这上面还挺搞笑的，他写40分钟没有在骗人，是有人觉得骗人去求证了好像。快点，看里面哦，好可爱，声音好可爱，好可爱！旁边的小朋友，喜欢七卡哇的小朋友。总之下山之后又是一波时尚小垃圾的大采购啊。说太想吃，小朋友真的会喜欢七卡哇。然后去了一家特别可爱的和果子店，这里的这个点心都好可爱。我和小可都买了点吃的，但是转头一看，阿紫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，然后我就也给他买了一根这个点心，但是怎么拍他都拍不醒，所以这一根只能我自己吃掉了。我操，我一个人吃了2根这个点心，给我真的是感觉吃噎住了都。不过还是蛮好吃的。这个点心的底下还有一条这个占卜的签，打开是吉。这次感觉所有抽签抽出来都是吉、中吉之类的。不过我是商家，我也不会把凶放在里面。打开是凶，谁还吃你家的东西？晚饭预定的是一家吃鳗鱼的店，别看这个鳗鱼饭很不错，其实他们家的特色是鳗鱼锅。其实还是第一次喝鳗鱼的汤，我靠，好鲜，好好喝，里面的粉丝好好吃。吃完之后看了眼时间，正好和司机约好来接我们的时间差不多，妹妹准备走人，结果又端上了一锅。我操，原来刚刚的不是他们的代表菜鳗鱼锅，这个才是。我靠，这个是真心好吃，明明都已经准备走人了，我又吃了3碗，真的好鲜好鲜。当然这个吃3碗是因为这个碗很小啊，这个必须得说一下。回到民宿大概是9、10点钟，但是我实在是太累了，然后我妆都没卸，我就直接昏迷了，到5、6点我才醒。这个点醒来，其他2个人都睡着，然后我就打算自己偷偷泡个澡。哎呀，反正他们俩家里都有浴缸的，不泡也无所谓，嘿嘿。泡完又美滋滋的在楼下开了一个布丁，哎，因为这个布丁太好吃了，吃完才想起来拍。这个是咖啡欧蕾味的布丁，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但是我觉得这个马桶真的好牛，因为我一开始其实还特别想吐槽为什么2楼有厕所但是没有洗手池，原来人家洗手池就在马桶盖后面呢，它这个循环水利用，不错不错啊，不错不错。第2天就出发大阪环球影城，那么下期 vlog 预告就是USJ 了，那么下次再见。我去，就这点流水账减了我大半天，6、7个小时，我晕。下次先等我好好播几天再说吧，再见。